小姑娘，你妈这个病啊，得需要尽快动手术，手术费啊大概得5万，你呀赶紧凑钱吧。妈，等着我。谁呀？谁呀？看没没呢？哎呀，谁啊？丹丹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这怎么了呀？宁宁，我妈出事儿了。丹丹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丹丹，你怎么来了？姑，这咋了我妈生病了。这？啥？你妈生病了？她咋了？姑，我妈住院了，得了个脑瘤，手术费要5万块钱呢。医生说这个病不能拖。丹丹，这病可厉害，得赶快动手术啊！这病可不能拖。姑，就是因为要动手术，我才来找你借钱的。啊，来借钱的，我们家可没钱了。丹丹，你妈这病得多少钱啊？医生说了，最起码要5万。啊，5万，那么多钱，小白，要不如我们给他凑个2、3万，行不行？妈，他生病是他的事，关咱们家什么事？啊，再说咱家现在也穷，也没钱啊。你要借你自己借，反正我不借。哥，好歹这也是咱们亲舅妈呀，当初以前对咱多好呀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妈，我早就说了，给我舅那边断路，你就是不断。现在我舅都走了，你还搭理他这么多干嘛？行了，给我闭嘴！他们毕竟是我的娘家人，哪能这样说话？丹丹，你别再难过了，我这有2万块钱，你先拿着，先给你妈住上院，先把这个病给看着。哎，说什么呢？那钱可是留着给我买车的，你借给他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也别想抱大孙子了啊！小白，你什么你啊？反正啊，就是不借。你要是借了，你也没我这个儿子啊。孰轻孰重，自己考虑好。她毕竟是你舅妈，又不是外人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还舅妈呢啊？妈，你年纪大，应该比我清楚啊。3不亲，姑父姨父，舅的媳妇。反正啊，别管他，知道了吗？表哥，我求你了，救救我妈妈！表哥，我求求你！表哥，我们家就你一家亲人了，你们不帮我谁帮我呀？救救我妈吧，表哥，我求求你了！我们都是亲人呀，你不能看着我妈在医院躺着吧？小白，不借，说破天也不借。我都看好车了，马上就要定金了，你让我借出钱，可能吗？哥，车重要还是命重要呀？管你什么事啊？给我回你屋去！表哥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看我妈在医院躺着。等我毕了业，我挣了钱，我全部还给你。表妹，求人也得有个态度，拿出来你的诚意啊！给我跪下！你跪着求我，说不定我大发慈悲，我就同意了呢。小白你，好，我跪。丹丹，哥，这些钱可以借我了吧？哎，你跪是跪了，但是我感觉你跪得不情不愿的。这个钱啊，我借的也是不情不愿的。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好歹你也是上学的人，脑子这么笨吗？意思就是不借呗。行，姑，表哥，今天啊，我记住了。小白，你这样做合适吗？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妈，你怕什么？他们家都没什么人了，你还害怕他们报复我？哎，妈，快点呀！听说我那个妹妹现在老有本事了，她现在开了个大公司，咱们找她借点钱，帮咱家度过这个难关。儿子，当初他在我们家，你那样对待他，他能借给我们吗？哎呀，妈，别想这么多，
啊，肯定会借的，你去不去？再怎么说你也是他姑子，他不借给我，他得给你点吧？儿子，我没脸去。啊，行了，走吧，妈。请进。呀，表妹，妈，快点进来，把门给你表妹关上。哟，这不是我表哥和我姑吗？哎，表妹，我听说你现在可赚大钱了啊！托你们的福，一年就挣个100多万吧。哟，100多万，表妹，你现在可真厉害啊！这你们两个来我公司干嘛呢？表妹，你看你现在这么有钱啊，哥呢想找你借点钱。借钱？哥，你这是借钱的态度吗？求人呀，要有求人的态度。表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应该清楚呀。丹丹，我求求你，借点钱吧。哟，你也会求人呀？你当年教过我，可不是这样求的。丹丹，有必要这样吗？有必要吗？有，我现在有钱，说不定你把这个钱借了，我还不让你还了呢。行了，我这还忙着呢，你要是想借啊，就跪下来给我借；不想借就滚蛋。丹丹，我跪行了吗？哟，表哥，真跪了。表哥，我看你跪得不情不愿的，我借的也不情不愿，这个钱啊，我不借。丹丹，你自己做的孽呀！给吃吧。你啥态度？连个妈都不叫。妈，多少年没喊过你了，你觉得我能喊出口吗？再说了，你这做的是啥饭呀？这能吃吗？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，饿着。能给你做就不错了。你嫁给我儿子，你都在照顾我，就照我吃这样的饭，不吃。还嫁给你儿子？你还记得我和小白刚结婚，你是怎么做的吗？小白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怎么了吗？你看，你这婚也结完了，明天啊，你给这丹丹，你们两个搬出去住吧。妈，搬出去住，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搬出去？你弟弟现在还没结婚，这套房子啊，妈准备就给你弟弟了。妈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？这房子是我买的，为什么我们要搬出去？你弟弟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你也在这儿住住，你弟弟怎么结婚？反正啊，你的婚礼我已经给你办完了，我看你还是出去租房子住吧。妈，你这做的也太过分了吧？有啥过分的？大的让小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妈，刚刚你和小白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们才结婚几天，你又要把我们撵出去？有你这么做婆婆的吗？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哪轮到你插嘴？我告诉你，小白，你呀、赶快搬出去，别耽误你弟弟谈女朋友。现在想起来了吗？你那样对我，现在还想让我伺候你，做梦！你当初你把我和小白赶出家门的时候，让我们回娘家，你知道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？天不亮，小白就出去搬砖头干活，而我当时怀孕都快生了，我求着你，让你来照顾我几天，你都不愿意。当初我不是给你弟弟家看孩子吗？我也没闲着呀。你也没闲着。孩子出生之后，我为了补贴家用，带着孩子去摆摊儿。夏天的时候，孩子身上出的全是痱子，你不知道心疼吗你？你还是当奶奶的呢。孩子整天跟着我东奔西跑的，饥一顿饱一顿，有时回家饭都没吃，倒头就睡着了。想起这些往事，我恨得牙根子直痒痒。你还想让我叫你一声妈？你做梦啊你！那是你们的事儿，我来到你们家，你就在凑合我。行啊，你要是想让人伺候，你还去我弟弟家。有本事别在我这儿呀！有你这样跟婆婆说话的吗？小白，小白，给我出来！怎么了妈？小月你媳妇现在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她眼里啊简直没有我这个妈。你看她给我做的什么饭？妈，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我们也没有虐待你啊。
我在你弟弟家的时候，都是吃好的喝好的，来到你们家，你媳妇儿连个妈都不叫。妈，你说你在我弟弟家吃好的喝好的，那我弟弟为什么把你赶出来？我还不是因为你生病了，不想给你花钱看病，又把你赶出来了吧，妈？怎么可能？我在你弟弟家住了7年。妈，你还好意思说你住了7年？你说你这7年在他家，哪天不是洗衣做饭接孩子？现在呢，你生病了，他不管你了，不要你了，然后塞给我，这是为什么？你难道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是因为你年纪大了，干不动活了，他不想要你了。那你弟弟也比你强，你弟媳妇儿张狗妈喝狗妈的，哪样给你媳妇啊？是，我弟媳妇儿张狗妈闭狗妈，叫你一声妈，你是不是在干活？你在我们家，你干过活吗？做饭洗衣服哪一个不是单单干的？再说了，你在我们家住这么长时间，你生病这段时间，他们来看过你吗？拿过1分钱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为什么？先有好婆婆，才能有好媳妇儿，知道了吗？10年看婆，10年看妻，你这自食恶果。丹丹，你这是又干啥呀？看你妈说的那是什么话？哎呀，这人啊，年纪大了，你呀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别拿年纪大当借口，我能让他来咱家就不错了。行了，那事都过去那么久了，现在咱们的日子不是慢慢好起来了吗？我心里面过不去，想想当初他那么对我，我都恨死了。行了，哎，你说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对不对？以后啊，你和他少拌几句嘴，毕竟他是咱妈呢，也是个老人。知道了。丹丹，还是你最好的。知道了。